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南若风。今天的视频教程呢，我们来钩这款超级简单又可爱的儿童连衣裙。用到的东西就是毛线，还有钩针。我用的是4.5毫米的钩针，然后缝毛线的针。这个别针不是必须的，但是建议新手准备2个，用来在钩的过程中标记出每行的第一针。然后卷尺，这个是用来量一下小孩子的尺寸。然后，如果你没有卷尺或者不方便量的话，也可以像我这样。那更简单的方法，我们拿一件小孩穿着合身的衣服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是以这个宽度，衣服的宽度作为我们这个尺寸的参考。然后一会儿我要钩辫子针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是钩这个宽度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钩。首先起头，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。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然后把压在下面的部分呢给它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再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来的这部分我们给它拉出来，钩针穿过去拉紧，那么头就起好了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钩辫子针。辫子针的钩法是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这就是2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这又是一个辫子针。这辫子针要钩多少呢？我们现在钩的呢是我们这个裙子上衣部分的下摆。那么它需要的这辫子针的长度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衣服这个尺寸，这个宽度不需要绕一圈哦，就是前面这一片我2个指头之间这距离。等到我这个辫子针钩完的长度跟这一部分的长度一样了，那么我们就停下来，我再回来讲下一行怎么钩。这些辫子针钩到我们需要的长度以后呢，下一行呢我们要都钩中长针。那么我们首先来看，钩针上这个环永远都不算一针，这个环下来，这2条线组成了一个像 V 字一样的形状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再往下呢，这个 V 字是我们的第2针，我们要跳过这2针，在第3个 V 字后面织一个中长针。我们现在把它转过来，你看这条线和这条线组成一个 V 字，然后在这2条线背面还有这么一条线，在这2条线中间，那我在这地方，在这条线头钩中长针。中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，然后我们从这条线下边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，这就是一个中长针。新手我们建议用别针把这一针就是这条线和这条线组成像 V 字一样的形状，把这一针标记出来。然后下一针还是一样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到下一针，你看还是这2条线中间有这么一条线，钩针从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。然后下一针还是一样，钩针绕线，我们看下一针，你看这2条线中间这儿有一条这样子鼓起来的线，从鼓起来这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的全部3个环。这一行都是这样，我们就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钩在后面这条线下面，然后一直到把这一行钩完。这一行中长针织完，我们刚钩完这一行中长针是我们的第1行，之前那个辫子针是基础行的，不算一行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钩第2行。那么开头呢，我们先钩一个辫子针，辫子针还是一样，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儿，然后我们把它转过来。转完以后呢，还是钩针上这个环永远都不算一针。然后刚钩完的这个辫子针我们不要管它，我们来到再前一针。就是从钩针上往下看第2个 V 字，它就是前一行我们的第1针。那么从这一针开始呢，我们往回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中长针还是一样，钩针绕线，我们从第1针，这回是从这个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
钩针上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，然后到下针钩针绕线，从下一个 V 字下面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钩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2个环。然后新手还是建议我们把这第一针标记一下，我忘标记了。然后我们这行就这样，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给它钩到头。我们钩到最这头，最后一针就是我们标记的这一针。你看这地方，如果你没标记的话，你可能回来不是很好找这一针在哪，而且有可能跟下面几针弄混。那么新手建议我们每次都把这第一针标记出来。最后一针我们还是正常钩一个中长针。那么第2行也钩完了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要换线了。当然你也可以不换线，就用同一个颜色钩完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那你接下来就一直重复我们刚才第2行，就是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钩中长针。那现在呢，我要换线，换线的方法特别简单。那我把这个毛线拿过来，用钩针钩过去，然后呢，我用这个换好的线钩一个辫子针，给它转过来。转完以后呢，我用这个白色的线开始钩了。之前这个颜色线呢不要剪断，然后我们还是白色线全部都钩中长针。不过钩的同时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线头钩在里头。中长针还是这样，钩针绕线，让我们正常找到第一针，就是这一针。你看，我们前一行第一针钩针绕线，从这一针下面穿过去。穿过去的同时呢，我们把这个线头跟这一针放在一起。你看，这线头跟它并在一起，然后我钩针正常把线勾过来，然后正常完成这个中长针。这时候呢，这线头就被勾在里头了。那么接下来都是一样，我钩针绕线，来到下一针的位置，把钩针穿过去，然后把这个线头跟这一针并在一起，然后再把线勾回来，然后正常完成这个中长针。你看这线头就勾在里头了，这样的话呢，它又美观又结实。你可以大概钩几针，你就把剩下的线头都剪断，你也可以整个把这线头都勾在里头。那么这样这行就是这样，我们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然后把它钩完。对，我忘记标记第一针了，新手还是建议我们拿别针把第一针标记出来。那我这里就不标记了，我就这样子把它钩完。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针，然后把这个标记取掉。正常在最后一针我们钩一个中长针。那么第3行就钩完了，然后第4行呢跟第4行呢跟第2行是完全一样的，就是钩一个辫子针，转过来。然后这辫子针呢，我们不要管它，从前一行的第一针开始，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然后一直钩到最后一针。第4行钩回来，我们看还剩最后一针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这条线再拉起来，往一起钩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我们首先绕线，然后钩针从最后一针这个 V 字穿过去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把之前这条线在钩针上这样子挂上来，看这样子挂上来就可以。然后我们正常把这条白色线勾回来，正常钩完这个中长针，然后这时候你看这条线就跑到上面来了，那下一行我们就要用这条线来钩了，然后就很简单，我们拿起这条线来，把它勾过钩针上这个环儿，拉紧。那接下来就正常了，都跟之前一样了，钩一个辫子针，转过来，转过来以后呢，我们每针钩一个中长针，钩到头，钩到头以后呢，那就跟我们的之前这一行一样，就是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再转回来，再钩到这一头。钩到这一头以后呢，就和我们刚才做的一样，钩最后一针的时候呢，这回是把这个白色的线拉起来绕在钩针上，
然后呢，接下来就用白色的线再勾2行，就这样的，我们反正就一直重复这2行，然后勾到你满意的这个长度。那这部分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裙子，就是我们这个裙子从下摆，然后到这个领口这一段的距离，这长度你可以自己决定。如果你想做这种就是正常腰或者低腰的，你就可以把它勾得长一点；你想做这种高腰的裙子，你就可以把它勾得短一点。然后这一部分勾完呢，我再回来。我现在勾到领口下缘这个位置了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勾这一片。这个地方呢，宽度你也可以自己决定，你可以勾那种很窄的肩带也好看，或者你也可以勾宽的。你看我这有一片勾好的，就是2边各要勾一个这样子的形状。那么我们先来勾一边，然后这个勾多少针呢，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希望的这个宽度来决定。那么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尺寸，你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尺寸来。那我这个地方呢，我要勾12针。我首先呢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，转完以后，我们之前不都是从第1针就开始勾了吗？这回我没有从第1针勾，我跳过第1针，在第2针勾一个中长针，勾一个中长针。新手的话，建议把这一针标记出来，然后往下。那接下来的11针，我又各勾一个中长针，加上这一针呢，这部分我总共勾12个中长针。这边我勾了12个中长针，然后我就不往前勾了，我就从这一针，这是我的第12针，然后我勾一个辫子针，把它转过来，然后转过来呢，从第1针开始往回勾，每针勾一个中长针，这一行勾完还是12针。12针勾回来，然后再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回来，从第1针开始往回勾中长针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一直都是这样的，就是每行开头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勾中长针勾到头，然后再勾一个辫子针转过来，再这样子往回勾。这呢就是你勾多少行呢，取决于你希望的这一个长度，或者就是说你这个领口的高度。如果你勾的长一点呢，那么它这个领口到时候穿上就会往下一点，然后如果你要勾的短一点，像我这样子直接挨领口的话，那这个就是勾短一点。然后我这地方呢计划勾5行。你看我这5行勾完，然后这地方呢正好跟我领口一样高，那我就可以把线剪断了。剪断的时候可以把线稍微留长一点，用来之后把2片缝在一起，然后勾住这个剪断的线穿过来。那这一边就勾完了，然后我们到这一边来。这一边的话呢，你不能从这头开始哦，不然的话2边会不对称。你要从中间开始，那么就是这边你勾了多少针，那么这边也要勾一样的针数。然后别忘了呢，最开头我们跳过了1针，所以我这边勾了12针。那么这边我要从头开始往回数，找到第13针，就是要加上之前跳过那1针，然后开始往回勾。那在开始勾之前呢，我先要在钩针上起一个头。起头的方法跟我们视频最开头是一样的。起头方法不记得的话，也可以倒回去看一下，我再简单说一下。毛线从手指后面这样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些毛线，压在线部分拉过来，再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来的部分拉出来，钩针穿过去，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然后我们从这儿往回数到第13针，或者是你看多少，你勾了多少针，再加1针。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那这一针我把钩针穿过去，然后把线勾回来，同时穿过钩针上这个环哦，然后勾一个辫子针。接下来你就从这针开始往回勾12个中长针。勾的时候还可以把线头勾在里头，一个中长针。然后勾的时候，线头可以跟它并在一起，就这样子我往回勾12个中长针，然后最后一针就是第13针，我就不勾，跳过去，然
然后直接勾下一行。你看我往回勾了12针了，最后这儿还有1针，这一针我就不勾了，因为这边也没勾，为了对称我不勾了。然后一个辫子针转回来，然后就跟这边一样了，就是开头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往回勾到最这边1针，然后再一个辫子针，然后转过来再往回勾。然后行数呢要跟这边一样，比如我这边勾了5行，那我这边也要勾5行。然后勾完以后也是一样，就是把线头留长一点，然后剪断。那么我把这部分勾完，我再回来说裙子的部分怎么处理。这肩膀部分勾完以后呢，你可以把视频倒到最开头，我们要一模一样的再勾一片儿。然后这2片呢，就是我们这个连衣裙上半部分、上身部分的前片跟后片。之后呢，你可以先把这2片直接就缝在一起，从肩膀还有这2边，取决于你袖口想留多大，把下面部分缝在一起。我是喜欢把所有缝的部分留到最后，所以我现在就直接来勾裙子的部分。那么要勾裙子的部分呢，首先我们还是要起一个头。起头的方法，如果你勾到现在，你应该已经起过4次了，所以我就不再讲了。那我把起好头的这个钩针找到我们这衣服下摆开头第1针，我把钩针从这一针穿过去，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然后把线勾回来，勾回来的同时穿过钩针上这个环，这样就连在一起了。然后我勾2个辫子针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在第1针，就是我们刚才把钩针穿过去这一针，勾一个长针。长针的勾法是钩针绕线，让我们从刚才这一针的位置 ，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然后把线勾回来，到目前为止都跟中长针一样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勾住线，穿过钩针上的前2个环。钩针上还剩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这就是一个长针。新手建议把我们刚勾出来的这一针用别针标记出来。然后下一针呢，我们勾一个 V 字，V 字呢就是一个长针加一个辫子针再加一个长针。我们先勾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从下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。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这是一个长针，然后我们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呢同样地方再勾一个长针，还是刚才这一针，再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你看这就是一个 V 字，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加一个长针。那下一针呢，我们再勾一个长针，在下一针地方勾一个长针。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然后下一针呢，我们再勾一个 V 字，钩针绕线，下一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这是一个长针，然后一个辫子针。然后同样的地方我们再勾一个长针来完成这个 V 字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下一针再勾一个长针，还是钩针绕线，下一针的位置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。下一针再勾一个 V 字，钩针从下一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剩下2个环，然后勾一个辫子针，同样地方再勾一个长针。那么这一行呢，我们的花纹就是这样的。下一针的地方勾一个长针，再下一针勾一个 V 字，再下一针勾一个长针，再下一针勾一个 V 字，就这样重复。我们勾到这头，我再来讲往下该怎么勾。你看我这面勾完了，最后一针呢是一个长针，就是前一针是 V 字，这一针是一个长针，那下一针又该勾 V 字了，那我下一针呢就要在这一片上勾，我就把它拿过来，哪头都可以。那就从这头开始吧。那我正常绕线，然后从这一针
开头第一针穿过去，然后把线勾回来，正常勾一个长针，然后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同样地方再勾一个长针。看这针就是一个 V 字，前一针是一个 V 字，这是一个长针，然后这是一个 V 字。那下一针呢，正常我勾一个长针，然后下一针呢我就勾 V 字。如果你这边结束的那针正好是一个 V 字的话，那你这边第一针过来就只勾一个长针就可以了。我们这儿就是这样，就是跟这边完全是一样的。我们勾一个长针，然后勾一个 V 字，然后勾一长针，勾一个 V 字，就这样一直勾到这一头，我再回来。这边的最后一针勾完，我最后一针是一个 V 字。那么我就要回到之前这片开头第一针，第一针我找到第一个长针，然后底儿上这个 V 字，我要用引拔针跟两边勾在一起。引拔针的勾法是，我们看这是第一个长针，上面这个 V 字，钩针穿过去，然后我们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同时穿过钩针上这个环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来勾下一行，下一行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因为接下来我们裙子主体的每一行都是重复下一行，都跟我现在要勾的一模一样了。那么首先两个辫子针，然后第一针的位置我们来勾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我们找到第一针的位置，第一针就是刚才你勾引拔针的那一针，正常我们勾一个长针。然后新手还是建议把第一针标记出来，要不然你就像刚才回来找引拔针那一针，你如果没有标记的话，可能会比较难找。然后呢，我们不要勾在接下来这个 V 字上了，我们找到这个 V 字前一行的这个 V 字，这 V 字中间不是有一个辫子针就形成了一个洞吗？我们在这个洞里再勾一个 V 字，钩针绕线，从这个洞中间穿过去，然后勾一个长针，然后我们勾一个辫子针。然后再回到这个洞里头，再勾一个长针。看，我们在这个洞里勾了一个 V 字。然后呢，我们找到接下来这一个单独的长针，我们在这个长针上面的这个 V 字，再勾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。你看，这是单独的长针，在它上面这个 V 字，再勾一个长针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找到下一个 V 字，还是在洞里再勾 V 字，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同样的地方再勾一个长针，看又勾出一个 V 字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又是我们找到下一个单独的这个长针，在这个单独的长针底儿上，在这个单独的长针底儿上这个 V 字里头，我们勾一个长针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在下一个 V 字里头勾 V 字，不好意思。然后下一个长针顶上勾长针。那这行就是这样，我们就是在每个单独的长针顶上勾长针，然后每个 V 字里头勾 V 字。然后一直勾到最后，我们用引拔针跟第一针勾在一起，然后呢，下一行就重复这一行，就是开头两个辫子针，然后第一针勾一个长针，然后在 V 字里头勾 V 字，然后长针上面勾长针。那么我们就这样，就是一直重复，一直勾到这个裙子基本上到你想要的长度，然后只留下一个大概花边的位置。那么勾到这部分呢，我再回来。我这裙子已经勾到需要的长度了，这是最后一圈勾完，我要跟第一针用引拔针勾在一起，但这是我又要换线了，我就不把这引拔针勾完。你看我钩针像勾引拔针一样，从这个第一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
钩针有2个环，正常钩引拔针应该勾住前头这个线，穿过后面这个线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就直接换线，那我就拿这个线头，用钩针勾住这个线头，穿过钩针上这2个环，拽紧。这边这个线头我已经剪断了，然后我就开始用这个新换的颜色线钩。那我先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这一行很简单，这一行我就每针钩一个长针。然后到这个 V 字的时候，这个 V 字中间不是一个辫子针吗？你可以把钩针从这辫子针这个 V 2条线下面穿过去，但这样不是比较费劲吗？我就直接从这个洞里头穿过去，钩一个长针，然后正常到下一针钩长针，然后钩长针。又到这个 V 字了，那我就直接在这 V 字的洞里头钩长针。就这样，我们每针钩一个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这一行钩完呢，我们找到第1针，用引拔针钩在一起。开头这2个辫子针不要管它，我们到第1针上面来钩引拔针。然后呢，下一针我们再钩一个引拔针。然后再往前一针，我们看这一针是下面 V 字，就是钩在 V 字中间这一针。我们在这一针呢，钩一个短针。然后呢，我们跳过接下来的3针，1、2、3，来到第4针。你看第4针又是下一个 V 字上，V 字上这一针，我们在这一针上呢，钩7个长针。钩针绕线找到我们下一个 V 字上的这一针。从这个顶上这个 V 字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一个长针，2个，我们总共要钩7个长针。看7个长针就勾出来一个这样小扇子一样的形状，然后我们跳过接下来的3针。来到第4针，第4针又是钩在这个 V 字里头的这一针，那我们在这一针上呢钩一个短针，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重复这一步了。我们再跳过3针，然后找到下一个 V 字，你看这儿下一个 V 字，这 V 字上这一针，我们再钩7个长针。看又勾出一个小扇子，然后我们再跳过3针，找到下一个 V 字上面这一针，然后我们在这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接下来又是一样了，在下一个 V 字上面这一针，我们钩7个长针，然后再到下一个 V 字，我们钩一个短针，就这样重复，我们把这一行花边钩完。现在我们可以把所有需要缝的都缝在一起了。这个缝的呢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，只要你能把它们缝在一起就可以。我习惯的方法是钩针从这边，就是我线头连的这边的第1针穿过去，然后对面呢我找到第1针前面这个花，这样子穿过去，然后再回来，这边还是穿过第2针的2条线。对边穿过第2针的1条线，然后这边第3针的2条线，对边第3针的1条线，就这样子把它全部都缝在一起。全部缝在一起以后呢，最后一针我们多来回绕几次，让它确保不要脱掉线。然后剩下的线头呢，我们藏到我们钩过的这个毛线里头。
多余的部分就可以剪断了。这线头呢也同样我们藏到里边来，然后侧面呢你可以给小孩穿一下比一下，看需要到这个袖口留多少，然后你把以下的部分同样缝起来，这边也是一样。然后呢这些部分缝起来，再把线头藏好，那么这条裙子呢也就完成了。腰上的爱心呢，我会下次专门出一个视频来详细讲。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